大家好，你们知道买房子之后最大的后悔是什么吗？有朋友说是因为房子买贵了，在验房的时候没有把功课做好，又或者是地点买错了。但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绝对比这些严重许多。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买房之后最大的后悔就是隔壁或是房子的周围住了恶邻。这一集我将和大家分享在买房或是看房子的时候该如何去留意房子周围的邻居，如何去稍微打探和判断周围邻居的素质，以避免在买房子入住之后就马上后悔了。当我们在看房子或是买房子时，我们除了需要考虑地点、基本设施、房型等等，还有一个重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看中房子的小区它的自住率怎么样。这份资料我们可以透过 Cadastre 那里取得，这是一个付费的服务，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去买这份报告。毕竟买房子不像我们在菜市场买菜，不是我们不喜欢了就可以马上转手卖给别人。在 Cadastre 的报告中，它会显示小区的自住和出租比率。这份报告也会告诉你，在你看中的小区里，哪一间房子是出租的，哪一间房子是自住的。出租房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邻居将会不停的换，我们会不停的遇到陌生的脸孔，这会让我们感觉到不是很安全，也不太踏实。毕竟他们不是我们熟悉的邻居，新邻居的素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无法预知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邻居。所以当我们在买房子时，我们尽量买在自住率比较高的区域，或者当你想要买房子时，你去打探一下你左右两边和对面的房子是屋主还是租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 Cadastre 的报告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另一个出租房的问题是，有些房子是合租的，这会造成停车的问题。有一些老房子或 apartment， 他们是没有固定的车位和车库，这会造成路面比较拥堵。大部分的租客都是工作者，一人一辆车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事。这个房子如果是出租给2-3位租客的话，你可以想象车子也会是2辆以上，所以停车位会变得比较紧张。除了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打听一下我们看中的小区的人口构成，比如说国籍、工作情况、受教育的程度、学校等等。我们有一位朋友有着非常不好的经历，当他买他现在住的 apartment 时，他并没有留意四周围的环境和邻居，在他对房子和小区的感觉良好时，就马上把它买下了。入住之后，他才知道他楼上住着一对时常把小孩和吵架的夫妇，有时候在半夜喝醉之后还有互相殴打的情况，甚至会有警察来调解。这些吵架的声音时常传到我朋友的家里去，这非常影响我朋友的作息和心情，这也让他感觉到非常不安全，也不踏实。你想啊，当初我们买房子时，我们是买我们喜欢的房子，如果我们的邻居不好，我们很有可能会完全不喜欢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如果你以后要买房子，一定要在不同的时间去那个小区转一转。比如说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工作日的早上，那你第二次去的时候可以选择在周末的傍晚或晚上。周末的傍晚或晚上去那小区转一转，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开 party 或是飙车的情况。如果你是早上去的，那你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谁刚好要出门，或是他正好在打扫院子，这时你可以走上前去打个招呼，问一问他这个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如果周围实在是没人，那你要勇敢一点去敲门，比如说敲你看中的房子隔壁邻居的门，去打声招呼，嘘寒一下，不是真的要你去打探他的生活，实际上是要你看看他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这么做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你也可以向你的中介打听一下房子周围邻居的素质。但是无论是中介还是未来的邻居，他们都不会把全部实际的状况都告诉你。在这里我们主要的是去体会一下房子两边的邻居是不是都很正常，如果将来成为邻居的话，能否让你有放心的感觉。当然啦，一次的沟通也看不出些什么，但是如果是恶邻的话，你肯定看得出来，也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还有
有的就是如果房子的周围都非常杂乱，院子的东西也堆得乱七八糟，那也预示着这里的邻居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看中的是一间 apartment， 你要留意的是住在这 apartment 楼里面的年龄层。如果老人家居多，比如说60岁以上，那么这 apartment 一般都会比较清静。但是如果是年轻人或者是学生比较多，那么周末的时光可能会有比较多开 party 和音乐开得比较大声的情况，嘈杂声也会比较多。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apartment 楼里的卫生，比如说有没有居民把垃圾放在门前，垃圾袋有没有绑好， apartment 楼里有没有恶心的味道，又或者是走廊有没有摆放旧家具、儿童自行车、儿童手推车等等，阻碍了居民在走廊的行走。这些小细节已经呈现出未来邻居的素质。我希望透过这个视频能让你知道买房子时要多留意的小细节，也希望每个人买房子都能买到好的房子，千万不要碰到恶邻居。尤其是当我们在购买我们第一间的房子，或是第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里买房子，我们更希望是一个好的经验。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每周与您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